介绍的部分的话，我会前面会讲一下，就是 ISO 的文件跟表单放置位置，然后会讲一下你怎么样去载你需要的表单跟签单资料夹的使用方式，还有就是最后就是大家可能会用到公告栏的部分。ISO 的文件的放置位置跟表单，应该我先讲系统好了。当你进到这个 EIP 系统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你的表头这边会有几个选项，好，那如果你点过去的话，它会跳出一个说明，像这个就是文件管理系统。然后这个是公告栏的系统啊，有一支笔的这个叫做电子签头的系统。那如果是你要查询相关的文件的话，你要在这个文件管理系统的地方点连接进去。好，当你点进来之后呢，你的左上角会先出现文件管理，请你要先确定你是在正确的位置。不要在不正确的系统里面查你要想找的资料是找不到的。那当你点到这个文件管理系统之后呢，你的左手边这边会有一堆资料夹，里面呢会有一个资料夹叫做 ISO 跟内控制度，请你把它展开，你会看到会有不同的序号。那第一个序号是手册跟品质款案位的政策。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查询手册跟这个政策的时候，你可以进来这边看。那2的序号代表是所有的程序书会写在这里。那另外相关比较细节的一些规范跟作业指导书，你可以在3的地方找得到。最后4这个地方是放置空白表单的位置。那你点完了之后，你要先知道你的程序书，假设你要查询某份程序书，你要先知道你的程序书是放在哪一个资料夹，然后找到资料夹之后，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里面跟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的相关文件，那你再点进去就可以找到你的文件。那文件点开之后，这个下面会有这个文件相关的表单，叫做关联文件的地方，可以再去把你需要的表单载出来。这个画面一下。我们实际如果看系统的话，会长这样子。然后你有一个 ISO 跟内控制度嘛，点开，里面就会有你需要的程序书的文件。那假设我现在是要找跟法务文官有关的文件，我就会点进来这边看。那点文件之后呢，这边会有出现关联文件，这里就是跟这份程序书相关的表单。那你可以点开下载原始档，把表单载回去做使用。这应该大家都会用吧？好，那问题来了，今天资料夹分的这么复杂，我要一个一个点开看，我才能够找到我要的文件。如果你对这个文件放在哪个资料夹不熟悉的话，那你可以用搜寻的功能，这边有一个寻找，然后你可以下你的关键字，比如说我可能要找工程图面好了，我要找工程图面的程序书，那你就点进去就可以快速的找到，它是被归类在13设计影片的资料夹，然后文件是在这里。对，那 ISO 的文件我们设定的权限是只限线上阅览，所以各位你可以透过这个线上检视的功能去看程序书里面说的内容，点一下是放大，再点一下再放大，再点一下，它总共可以放大3个等级，再点一下就回到原来的尺寸，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看你要的程序内容。好，所以如果你不确定你的程序书放在哪一个资料夹的话，那建议你用搜寻的方式来快速的找到你要的文件。然后表单的使用方式刚刚其实有讲过了哈，你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你的表单，一个是你知道它是跟哪一个程序书在一起，你去找文件，透过程序书里面的关联文件把表单载出来。
听得懂吗？听得懂齁？那或者是你直接去表单的资料夹，直接找你要的表单。那表单的资料夹，我们刚刚说，这里面是放程序嘛，对不对？那你往下找，找到编号4，所有的表单都会被建置在这里。那程序书里面，比如说这里面有关联的这个表单，是连接到你4的表单的那个位置。可以吗？所以你可以透过2个方式，一个是表单里面直接找你要的表单，但是你可能就要一个一个看嘛。那或者是你知道它跟哪一个程序有关，那你就直接去找程序书，然后去管理文件找你要的表单。可以哈。那在表单的因为我们表单有一些是纸本的，应该这样讲，有一些不是电子签单。那有一些是你要自己载空白的电子档回去做记录的。好，那如果是电子签单的部分的话，我们文管的习惯是会在这个表单的名称的后面会加注一个挂弧写 EIP， 那你就会知道这是一张电子签单。当你要使用这张签单的时候，你就要去这个 EIP 的系统找电子签单，把这张单子找出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哈，好，所以找文件应该大家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再过来的话是签单资料夹的说明。那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签单的嘛。那签单的话，一样刚刚有几个系统嘛，所以文件管理是一个系统。当你要找所有相关文件的时候，要记得点选文件管理。那如果你现在需要开一张电子签单，你要先进到电子签单的系统里面，确认这边是显示电子签合的画面嘛？那这里面有个新增，点下去，它会显示所有相关的电子签单在上面。那你可以点选你要的这个签单做使用。好，那这个签单资料夹的画面呢，它有分了几个资料夹。第一个是等待我处理的文件，这个是你还没有签合或者是阅读的签单会出现在等待我处理的文件资料夹里面。一旦你签过了，它就会跑走，它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它会跑到签合记录的资料夹。那另外一个是我送出的签单的资料夹，指的是你自己开出去的签单，可是流程还没有结束的签单，你可以在这边找得到。那归档夹指的是你自己开出去，而且流程已经结束的签单。经办夹就是你自己经办完成的签单，就会在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代理发文。如果你今天需要帮别人开签单，但是你希望系统的签单可以分辨你是帮别人开的，那签单上面就要有真正的开单人跟代理开单人是谁嘛，你才能够区别的出来，他是帮别人开的。我看一下我放怎样。那你发我们等一下会讲哈，看一下我应该是放在后面会讲到代理发文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我们先讲怎么开单。开单的部分的话，你就是到电子签合系统里面点选新增，然后呢就可以展开资料夹去找到你要的签单。那签单点下去之后呢，它会带出预设的串签流程。预设的串签流程是根据核决权限设定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申请假单应该要签到谁，这里会有一些预设的路径让你做选择，所以你们就根据合适的路径，就选择你们需要的路径去点选，它带出来的这个签合的人员，原则上就会帮你预设好。但是如果预设只是先基本的人员帮你设定好，可是如果你希望你这样送出去的签合还要会办谁谁谁，那你就要自己手动把它加进去。好，到这边可以吗？
那签单使用方式的话呢，这边我看一下。好，所以刚刚有讲哈，预设的串签流程原则上是依照核准权限设定的，不要任意删减跟变动，好，免得该签到的主管没有签，那它就会是一个缺失的状态。那如果你需要增加签合人员的话，你可以手动做加入的动作。那另外签单这边呢，如果你有一些附加档案需要呈上去的话，你可以点选附加档案的地方载入你要的档案。那或者是它其实是跟之前你开过的签单有关联性，你希望把之前开过的关联性也让主管知道，你就可以透过附加签程的方式把这些相关的签程加进来。这个画面可能有点小，这个画面有点小，我们看实际的签单画面好了。就是比如说你点选新增，对不对？那我现在假设我要用印好了，我要去申请一个用印借印亲签，那里面就会有很多预设的串签路径。那我现在假设是金属口文件要用印好了，我就点它，那它就会预设好相关的串签人员在上面。好，那刚刚讲到说，如果你有一些附件要载入的话，你可以在这边附加档案可以直接拖移到这个红框框里面。或者是按本机上传去找你要的档案，它就会被加进来。假设这样子，它就被加进来。那刚刚有讲说，你还可以做附加签程的方式嘛？那你附加的签程是你可以看得到的签程才能够被加进来嘛？那假设你以前签过某张单子是跟这个有关的，那你就可以点它，按确定，它就会被加进来。好，那这边有一个串签转送，预设是签合者可以直接转送给他人签合，代表这张签单被送出去之后，其他在做签合的人员，他觉得假设你这张单子可能还缺了谁谁谁，他想要去加签某人，那你必须选择这个状态，他才有办法去做加签。一旦你手不小心按到了这个，不可转送他人签合，就是当你单子送出去之后，签合你签单的人如果要转送给其他人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所以这里就是预设的状态，不要去乱动它。然后签单使用的方式呢，我们会有几个类别，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会有串签、会办、折办跟通知的选项。那串签指的是串签是有顺序的哦，就是这个人签完才跳下一关，然后下一个签完才会再跳下一关。那串签的人是有权利把你这个文件退回去的。那另外一种叫做，所以你看它是单独一个人头，单独一个人头。那会办的话是同时可以会很多人。如果你希望这张签单在你送出去的时候，我同时需要 A、B、C 3个人知道，你就可以用会办的功能。那它就是签单到这一关会办的时候，会办里面的所有人都会同时收到这张签单。好，可是会办的人是没有办法退回文件的，他只能够给意见，不能够把你的签单退回去。那另外一个选项是叫折办，既然是折办，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处理掉了，他就会往下走。听得懂吗？就是假设你今天有一张单子是需要文管，只要有一个人处理就好了。那就是你用折办，我跟 Kiki 2个人，那只要我们2个人任何一个人签了张单子，这关折办就往下跳了。那另外一个折办的人他就不用签了，因为另外一位已经处理掉了。那还有一个是通知，那通知就只是单纯通知嘛，你就没有什么签合的权利，你就是只能看到这张签单而已。那这个签单在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知道说你这张签单到底跑到谁身上，你点开签单的时候不用往下拉，表头的地方会显示出体字，比如说，假设是这样好了，这个不是很清楚，这样好了，有吗？我送出去的流程，这里出体字现在在这里嘛，代表流程现在已经走到这里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快速的知道它现在跑到哪，你不用往下拉，你直接在表头就可以知道它现在是跑到哪一个关卡。好，到这边可以吗？好。好，然后签单呢，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共笔编辑。那怎么知道这张单子有没有共笔呢？当你签到一张单子是有共笔的时候，你在你的右上角这边会显示一个这个表单有开启共笔编功能，那这张单子就可以做共笔编辑。所谓的共笔编辑指的是你一个串签流程里面有很多人，那这张单子里面的所有人都有权限，只要他签到单子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可以进来改这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勾选的位置，假设今天有人开错就写错内容了，下一关签后的人想要帮他改，那这张单子就必须有开启共笔功能，签合的人才有办法帮他做修改。如果没有开，那就是开单的人自己要抽掉重送一张了嘛，写正确的。好，所以原则上我们大部分的表单都有开共笔，让后续签合的人如果有发现错误的时候，可以帮他做订正。那有的人会说，那会不会有的资料就被乱改？这个可以查得到，因为它会有 log 记录，显示谁改了什么东西，所以到时候要追溯的时候，也是可以查得出来是谁乱改的。那如果你开新单的时候，它这边就会显示假设我现在开一张新的单子。它有开共笔的话，这边就会有一个编辑共笔权限的按钮。但是一般你开单的不用写这个啦，不用点上面的按钮啦。好，所以可以透过这几个方式知道说表单是不是具有共笔的功能。好，那怎么样去使用共笔功能？假设你签到一张单子啊，你发现他写错了。你要帮他改，怎么改？假设是这个好了，你要点共笔功能进来，打完修改完之后，按更新至签合，你的修改才会生效。你不要没有进来，没有进来按是没有用的哦。你点进来之后，你这样打，它会出现，这样打。这样勾，他应该也不理你啦。对，如果你是没有点共笔进来的话，是没有办法做修改的。还有进来之后，记得要按更新的按钮，它才会是有效的更新。好，那共笔可以是维持在这个状态，你还没有要签掉这张单子。你要签到这张单子，一定是你去按了下面的签办意见，它才会再跳到下一关。所以你可以进来，假设你内容调整完，你还不想要送出去，你可以先修完内容之后保留，这边不要按确定，它这样单子就还是会停留在你的身上。好，所以共笔编辑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万一你今天在使用签单时候，你知道有时候签很多单子的时候，总是会有这个签错的时候，不小心按错把它送出去了。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有一次重签的机会，怎么重签？好，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最开始讲说，你只要签过的单子，它会跑到你的签合记录的资料夹，所以进你的签合记录资料夹，找到你刚刚签错的那张单子，按重签按钮，它就会回复到
原来你还没有签合的状态，对吗？好，但是重签只有一次的机会。如果你这张单子已经你是经办的角色了，就没或者是进到经办的那一关了，就没有办法重签。哦，他必须还是在串签的流程里面才有办法做重签这个动作。那另外，假设你没有要重签，你只要修改你的签注意见，那你就是按这个修改意见就可以。那修改意见就没有限制次数。好，然后刚刚有讲到代理发文的功能嘛，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帮别人开表单的，你希望系统的签单上面可以显示的出来，那你在开单的时候，一样点选新增嘛，新增看一下啊，点选新增之后，这边是不是有个切换申请人？哦，你点下去，你是帮谁申请的？这时候你就要选好哦，我是帮 Kiki 申请的，好，那就按确定。那这边就会显示申请人是黄雅慧。哦，如果你发现这里的申请人还是你自己的名字，那就代表你没有按正确哦。好，你要确认这边的申请人有显示你要帮他开单的那个人的名字才是正确的。那你好了之后，你就可以进来，跟你一般开签单的方式一样。那假设我随便开一张好了，先讲，假设这样哈，我送出去。好，我送出去签合嘛，对不对？刚刚送，我送出去不会，因为我是帮别人开的，不会在你送出去签合，你要去代理发文章，对不对？它就会出现在这里。那这里就会显示申请人是你帮谁开单嘛？那填单人是你嘛？所以如果你需要做代理发文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系统的签单可以正确显示，你是帮谁开的。好，到这边可以哈。以上就是签合系统的使用。那再过来是 EIP 公告栏的使用，就是一样这边有一个叫做公告栏的系统，你点了之后，在你的左上角会出现公告栏3个字。那先点系统，然后公告栏出现了嘛，那你就可以去看，最近有什么样的新的公告。那公告一般都会有一个公告的期间。系统预设，假设发公告的人没有去调整预设的话，就是1个礼拜。所以1个礼拜之后，它就会变成是过期公告，它就不会出现在最新公告的位置，你要去过期公告的地方找。那一样，你可以透过搜寻的方式去下关键字，找到过去可能发过哪一些公告，按查询它可以找得出来。所以它其实跟签单的搜寻是类似的方式。好，然后再过来是代理签合，就是如果你今天有要请假，而且你请的是一个比较长的期间，这段期间里面你没有办法上去系统里面做签单的签合，你需要你的代理人帮你签掉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做设定？那你就要进到你的，我们在送假单的时候会有一个代理人，可是那个代理人不是签合代理人。你如果是在假单，我们随便开一张假单好了。我们写假单的时候不是会有个代理人吗？可是这里的代理人并不是签合的代理人，所以你这边设了没有用哦。你要依照这边的方式进考勤系统，里面会有一个代理人的选项，点下去了之后才有办法做设定。所以你要进你的这个差勤系统，这边有一个代理人，然后你要选择你的代理人跟启用代理签合，按确定才会生效。所以如果你今天需要有人帮你做签合的时候，你要记得在你请假之前，你请假之后就没有用了嘛，
请假之前你还没有离开的时候，要先设定好，那它就会在你，因为这个系统会去判断你的假单，它判断你是请假状态的时候，这边有设定人员，它就会帮你转签。所以记得请假之前要做好设定。好，但是系统它有限制，也就是它在设这个代理签合的时候，如果你的签单是串签状态，我们刚刚讲嘛，你刚刚串签不是有好几种嘛？串签、折办、汇办、通知嘛，对不对？你要是串签的角色，系统才会帮你转签给代理人。如果你是被设定汇办、折办的角色，假设就是多人嘛，多人的情况底下的时候，系统不会帮你转这张签单，所以还是会有一种情况是你请假，你设定的请假代理人，但是签单还是卡住了，这时候就请你呼叫文管系统帮你手动转单，可以吗？可以哈，好，所以签合系统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到这边。好，大家需要休息一下吗？要，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好？是的，他也是这个有疑问。娟姐，我要回你嘛。你说什么？要说